大家好，欢迎来到顾家有约，我是主持人顾家。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火遍全球的男子偶像团体熊猫堂的成员之一嘻哈，让我们掌声欢迎。Hello，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熊猫堂的新 vocal 嘻哈，请坐。夕阳西下。听说你之前有模仿过我，那可以给大家展示一下吗？哎呀，您这个让我在本尊面前模仿，我也是有点不好意思。那我就模仿一个您的那个最经典的那个台词吧。没有物质的爱情，只是一盘沙，都不用风吹，走两步路就散了。揭晓了，老师。确实是还蛮像的哎。那我想请问一下七哈哦，你是什么样的契机加入的熊猫堂呢？其实最开始是在18年冬天的时候，是跟我一起合作的室友，他先接到了公司的面试邀请，说想组建这样一个大马唱跳男团，然后呢就把我推荐过来了。那室友为什么没来呢？是因为不喜欢吗？啊，不是，其实他特别喜欢唱歌，而且他唱歌特别的好，甚至就是比我还要好那么一点。但是呢，因为他家庭的原因，可能希望他做一份更稳定的工作吧，所以他就没能来，就把我推荐过来了嘛。然后他把我推荐过来之后呢，公司的老板啊，还有经纪人啊，就层层的面试，然后就觉得我还不错，所以呢就给我布置了声乐作业还有舞蹈作业，然后我也就是比较积极的完成了，就经过了层层的选拔。据说公司是面试了大概有200-300个人吧，也是经过了层层的筛选，最终我也是很幸运的能留下来，就加入了熊猫堂。哦，那你还挺厉害的，我不行。那当时有犹豫过吗？还好吧，其实没有太多的犹豫，因为那个时候做互联网项目经理，工作压力还蛮大的，就是想换一份工作，然后换一种心情。那现在不会觉得压力更大吗？因为那个时候每天可能要同时对接7-8个客户，然后对内的话呢，还要对接产品经理啊、设计师啊、前端啊、后端这些开发，就每天的工作量其实还蛮大的，就经常加班熬夜到深夜。现在呢，虽然说可能是身体上会比较累，因为每天在跳舞嘛，但是其实心态上觉得放松了，反而就放松了很多，而且是我自己热爱的事情嘛，还有4位兄弟同样热爱音乐的兄弟陪着我一起，所以就是现在每天过得还挺开心的。啊，那既然你提到了其他的4位兄弟，那我就问一下关于他们的问题。如果熊猫堂的其他4位成员同时掉进水里，你会先救谁？啊，这个问题我感觉在挖坑。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我自己都不会游泳，我觉得我谁都救不了。如果你会游泳的话，你会先救谁？那就是峰峰吧。我还以为你会说17啊，毕竟峰峰比较轻嘛，比较好捞一点。其他4个人我也捞不动啊。那其他4位成员，你最想和谁一起去旅行呢？反正我肯定不选17，毕竟在一起住了2年多了，就够的了。哦，住一起很久。那如果让你重新选择室友，你还会选择他吗？其实这个都是之前公司安排好的，但是我觉得其实跟谁住一个寝室都好，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团嘛。我觉得，甚至我们5个人都可以住在一起。看来熊猫堂真的是非常有团魂的一个团体。那肯定的，我们这个看脸都能看出来团魂，是不是？前段时间你们有去一个节目，那个先导片的时候，每个人画了一幅画。那你为什么会选择鲸鱼来做你的 logo 呢？因为我个人比较喜欢蓝色嘛，而且比较喜欢海，所以呢，当时就想画一片海洋。然后海洋里呢，其实我最喜欢的就是鲸鱼，因为它是个头最大的嘛。然后
我还特别喜欢周深老师的一首歌，叫《化身孤岛的鲸》，就是他那首歌里描绘的那个伊甸般的场景，我觉得，非常凄美。就是虽然说鲸鱼它的声音可能其他的同伴听不见，但是有鱼虾还有飞鸟作伴，然后与太阳挥手，与海鸥问候。我觉得这个场景有一种说凄美的浪漫。所以你会是一个比较喜欢孤独的人吗？其实我有的时候还蛮享受这种就是孤独的状态的，我觉得会让我整个人静下来。因为大海其实蓝色代表深邃嘛。你在节目中好像还展现了腹语，可不可以给我们来一段？其实我也不会腹语，就是当时采访的时候觉得好玩嘛，就临时模仿了一下。啊，那你挺厉害的，我不行。我当时看节目的时候，你们一公的那首歌那一组好像有发生过争执，但是为什么当时你不在呢？是因为在串门吗？他们当时发生争执的时候啊，其实我人在医院，因为荨麻疹，然后进了医院。然后说到串门呢，其实还挺常串门的，因为他们4个的组我都经常去，尤其是爱存在的小白马，就觉得那档组特别的欢乐。然后你打不过我们那一组，因为是 rap 组嘛，我感觉他们每天都在忙着写词，就经常看不到他们的踪影。那一公舞台的时候，大家都在吐槽你的那个孕妇装，那件衣服是你自己选的吗？其实我那个衣服原本是有一个外套的，但是那个外套上呢有一些那个标志是不太能露出的，所以就临上场之前就把那个外套给脱掉了，然后那个衬衫可能会显得肚子比较大，所以大家调侃说那个是孕妇装。哦，那第2次为什么会选择《成长之颂》这首歌呢？我们当时第一选择是《别认怂》这首歌，但是因为手慢了就没抢到嘛，所以就第2选择就是《成长之颂》，就选到了这首歌。那这首歌你是怎么样当上这个 C 位的呢？其实我们每一趴的分词都是大家一起投票来选的嘛。然后当时我记着想选 C 位的总共是有7个人，然后大家就依次来表演，就是演唱这个 C 位的部分嘛。然后第1轮是我，还有紫薇，还有京佐，我们3个是平票，然后就进行第2轮 battle， 就是把这首歌从头到副歌都唱一遍，然后就是我跟紫薇又是平票，然后第3轮又平票，第4轮又平票，直到第5轮的时候是，有一位成员就是弃票了，所以就造成了5比4这样的一个局面，然后我就算是险胜嘛。但是其实紫薇她唱的真的特别好，我觉得我们俩谁当这个 C 位都是合理的。其实我当时想选这一趴，是因为可能我的音色会更适合开头一点，我没有想 C 位的这个事情，我只是想说，我觉得我更适合唱开头。但是没想到这次的 C 位不是副歌，反而是开头和结尾，就还挺诧异的。哦，那你确实也蛮厉害的耶，就是12个人你都可以拿到这个 C 位，就证明还蛮有实力的，对不对？你有看过这张图片吗？这个表情包我有看过，其实当时就是隐形眼镜串了嘛，然后就是想自己调节一下，然后没想到就被截出来。哦，是这样。那你知道你有很多的表情包吗？其实有很多的朋友们都会在微博啊，或者是 B 站啊各种地方会给我发私信，然后给我发很多表情包，但是我觉得他们还挺厉害的，就做的那个表情包都很好玩，我都很喜欢。所以你是更喜欢表情包，还是更喜欢帅照？就我个人而言的话，比起帅，我还是更喜欢搞怪一点。我觉得好玩，对于我来说更重要。好的。那今天我们和嘻哈聊得非常的开心。那如果大家有什么其他更多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私信我们。感谢收看今天的顾家有约，我们下期再见。